我看过的艺术家手作书大概有几千本，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大概收藏了200多本吧。好像人家感觉就是买一本书10几万就跟土豪似的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比较低的人，我更偏重于精神方面的带给我的这种愉悦感。我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，70后一代。大学的系统是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，家里人呢希望我去学一个将来能够有个铁饭碗、衣食无忧的工作。他们还是不太明白我在做什么，别提家里人了。大多数艺术圈的人其实都不了解这样一种存在。在2007年左右，花重金去购买了一本艺术家手作书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一本。每一本到现在我翻起来都能回忆起来邂逅它那一刻的美好。那在书之集里呢，其实我是讲述了24个故事，基本上还是好评如潮的，包括在欧洲也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去写。奇迹之境里收藏了50本艺术家手作书，这次展览呢，我们一共展览了大概70多本，其中包括了书之集里的24本，以及奇迹之境里的部分上世纪初留学欧洲那一批东方的艺术家，常玉、赵无极、丁兴全、萧琴、藤田嗣治，整个他的艺术生涯中都在持续的在不同时期去创作艺术家手作书。你能看出来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的这个轨迹。这本书呢，其实它创作于藤田嗣治创作生涯的早期，不仅仅是一本艺术家手作书，也是研究藤田嗣治的一份史料。这次收录的有2本赵无极的作品，这也收录了一些大家熟知的艺术家，比如说像亨利·摩尔、像达利，还有很多名字，其实他们在艺术史上都是留名的人，在国内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。我最喜欢的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叫阿尔纳多·波莫多罗，我买的原因是我被这本书的艺术之美所吸引。直到我写《奇迹之境》的时候，才发现这本书的文字的创作者还是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。这本书呢，世界上只有一本，是意大利艺术家昂杰拉·奥基宾迪创作的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第一次去西藏，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，非常的触动。他在经文纸上呢，写下了很多他对世界、对宇宙的感悟，对人生的感悟。他把这卷纸松散地卷在一起，用胶把它固定在盒子的内侧。但是呢，他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：你是把它作为一件艺术品，保持它的原有状态来欣赏呢，还是说把它拆开，去解读其中的内容呢？你拆开了，它就无法完全复原。那艺术家手作书呢，其实它的形式也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一本就是由盲文来书写的画面呢，它都是采用类似于浮雕质感的这种印刷方式。艺术家本人并不是一个盲人，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辩证：非健全人类是否有享受艺术之美的权利？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在晚上的时候，把屋子里灯全关掉，感受这个画面。书籍的阅读其实它是一个强视觉的过程，很容易让人忽略它其他几个方面的感受，包括你的视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听觉、味觉。每本书的用纸也不一样，手指捻动那种沙沙的声音，把你带入一个很美的一种境界，这些都是电子阅读所不可替代的。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缺乏的不是信息，而是信息过载。在快时代呢，慢的东西呢变得越来越少。那艺术家手作书呢，承载的是艺术家生命中的一段时光。那你在这个时光里呢，你能够和艺术家共情，然后和他同行，